天给大家讲一部刚刚上映的悬疑惊悚片，它由被誉为电锯之父的雷沃纳尔自编自导。本片是他继《隐形人》以来的最新力作，而这次的恐怖系数也更加接近真实。故事从1995年俄亥俄州的一个农场开始讲起，这里地处偏远，人烟稀薄，平时的电力供应全靠发电机，食物则是出自简易搭建的塑料大棚。从表面上看，农场的生活犹如世外桃源。父子俩总算回到了安全又温馨的农场。鉴于白天发生的事情，父亲通过无线电将情况告诉了好友。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，原来森林里藏着一个极其恐怖的秘密。父亲请求好友赶紧过来一趟，他们必须尽快将其除掉。联想到前几日有个探险者在此失踪，说不定白天打中的目标就是此人。不知不觉中，布莱克听完了一切，他也从此知道了这个秘密。时光匆匆，光阴荏苒，眨眼间来到了30年后。此时的布莱克搬到了旧金山，他淡忘了在农场的生活经历，也完全记不起了当初听到的秘密。布莱克有一个幸福的3口之家，他本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，可突如其来的变故还是打破了平静。下班后，妻子递给他一封邮件，原来他那藏有秘密的父亲去世了。父亲的好友将老宅钥匙邮了过来，表示要他尽快回去料理后事。迫于无奈，布莱克只好到搬家公司租了一辆车子，然后载着妻子和女儿离开了旧金山。一路上3口之家欢乐无比，俨然不知道巨大的危险正在慢慢靠近。随着距离老宅的位置越来越近，前方不知何故被堵住了去路。茫然的布莱克赶紧查看地图，可这荒郊野外的环境根本没有信号。这时女儿注意到一个身影，不远处的庇护所好像有人。听闻此话的布莱克扭头查看，果然有个背着枪的男人走了过来。经过一番交谈，原来对方是布莱克小时候的玩伴，虽然很多年没有见面，但发小还是十分热情。因为前方的山路已经塌方，现在也只有他才能带着过去。 Hey there, cutie. Derek, it's Ginger and my wife, Charlotte. Hey. 紧接着一行4人开始出发，他们想赶在天黑之前到达老宅。然而直至夜幕降临，车子依旧还在路上。闲聊中，布莱克有些分心，以至于让车子发生了意外。幸运的是，神秘人没有继续攻击，而是将下方的发小给拖走了。待到没有动静后，一家3口赶紧从车上跳了下来。随后几个人一路狂奔，生怕身后的东西再次出现。凭借着原先的记忆，布莱克带着家人终于找到了老宅。布莱克不知道外面的东西是什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危险。在经过一阵剧烈的撞击后，门口的东西渐渐地停止了攻击。不过听脚步声好像并未离开，
此刻的布莱克已经冷静下来，他先是快速检查所有门窗，以确保唯一的出口是封闭的。紧接着来到地下室寻找电闸开关，他觉得只有光明才能让人感到安全。随着外面的发电机重新启动，整个农场瞬时接通了电源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布莱克安抚女儿先行睡觉，随即又和妻子进行了沟通。他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存在，猜测对方是一个人形怪物，而且绝对凶猛。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寻找救援，因为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。布莱克立刻想到了父亲的无线电，然而不管他怎么摆弄怎么呼喊，电台里依旧没有任何回应。这时妻子翻出一串钥匙，猜测其中一把应该是车上的。谈话后10分，布莱克找来工具开始加固房门，可妻子却奇怪地望着他，女儿也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。布莱克被看得心里发毛，他让妻子和女在妻子的帮助下，吃痛的怪物缩了回去。布莱克也侥幸捡回一条小命。望着又一次被抓伤的丈夫，妻子焦急地想知道他怎么样了。然而这一切对布莱克而言，他完全听不懂妻子在说什么。随着腿部的抓痕越来越痛，布莱克渐渐地昏了过去。等到再次醒来时，时间已经到了凌晨1点多。此时屋内静悄悄的，没有动静，妻子和女儿也不知道去了哪里，只是稍微倾听之下。
室翻出一块蓄电池，然后拿了一把刀子打开了后门。他们不敢发出任何声响，就连关闭车门都要小心翼翼。紧接着掀开引擎盖子。莱克还未进化完毕，没一会便在战斗中落于下风。妻子见状上前助攻，一次又一次的干扰让怪物急不可耐。趁着对方僵直的空档，布莱克扑上去咬住了对方的脖子，直至将怪物给活活咬死了。可就在他起身之后，以及惊恐万分的妻子，思绪混乱的布莱克慌忙逃离了老宅。可他还未行走多远，身体却发生了终极变异。正如传说中的一样，布莱克最终从人类变成了狼人。待到布莱克进化完毕起身时，他眼中的世界已经彻底变了模样，甚至黑夜也成了通亮的白昼。片刻之后，惊魂未定的母女俩正在互相安慰，忽然整栋房子停电了。想到什么的妻子立刻望向窗外，赫然看到丈夫已经变得面目全非。此刻的妻子十分清楚，丈夫不再是原来的丈夫，因为她从对方的眼神中看着慢慢逼近的丈夫，妻子只好挥舞起手中的刀。可布莱克根本不惧这把利刃，趁着丈夫吃痛的间隙，妻子匆忙拖着女儿冲了出去。距离房子不远处有个谷仓，漆黑的环境下根本看不清东西。所幸一处货架上有个手电筒，还幸运地发现了一个捕兽夹。如此情形让妻子瞬间有了计划。她先是和女儿躲到一个角落，然后等待丈夫自投罗网。很快，布莱克闻着气味赶了过来，他撞了很久的门没有撞开，随即朝着下方刨了一个深坑。片刻后，周围突然变得十分安静，看不清状况的妻子也只好不敢动弹。然而此刻，在布莱克的眼里，妻子和女儿的举动被看得一清二楚，整个谷仓也比太阳照着还要明亮。可就在其准备上前时，却一脚踩中了设置好的陷阱，而坚实的锁链一时间牢牢困住了他。没有丝毫犹豫，妻子再次拉起女儿逃离了魔爪。眼看自己的猎物已经跑远，无可奈何的布莱克开始抓狂，最后不得不俯下身子啃起了脚掌。几分钟后，布莱克拖着血淋淋的断腿爬了出来，然后手脚并用朝着猎物的方向追了过去。同一时刻的妻子拼命奔跑，很快便听到了丈夫的嘶吼。随着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妻
妻子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于是调转方向来到了最初车祸的地方。在这里经过一番寻找，他找到了布莱克发小的猎枪，不敢有任何迟疑。母女两人拿上武器继续前进，最终在黎明破晓前发现了一个庇护所。可就当他们刚爬上去躲藏，拖着断腿的布莱克也追了过来。浓烈的恐怖气息让人不寒而栗，紧张的妻子也不得不举起了猎枪。这时丈夫缓缓地出现在视野，他死死地盯着母女两人，却始终没有发起进攻。He wants this to be over. 很显然，布莱克还有一丝人性，但这丝人性也快没有了。眼看妻子迟迟不肯动手，布莱克随即做了一个疯狂举动。布莱克终于解脱了，也彻底的告别了这个世界。故事的最后，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了农场，在路过一处风景时，他们像是被吸住一样被迫停了下来。或许这就是人生的轮回，因为8岁时的布莱克也曾在此凝望过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